嘿嘿，OK，哇，来接下来的把头上站上来吧。哎，居然是男生配的啊，对，万万没想到。好，欢迎我们的两位老师，欢迎我们豪杰的配音手王哥哥老师和按照老套路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偏小说设定的一个啊剧种，但是它没有，它很生活。就我在演的过程中，我好像看到了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谈恋爱，或者他们有些快结婚了，有些已经结婚了，我能看到他们的日常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大家在看《蚁巢》的过程中，也能找到自己的一些回忆。哦，对，我完了，OK，好的，哇，好的搭档之间就是这样的，彼此成全、彼此衬托的啊。那当然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蚁巢当中，我也特别好奇的这些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好的影视作品会让我们引起一些共鸣。比如说我在蚁巢当中看到的就是两个有情商的人是如何走出来的，所以这个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小经验，或者说你们会怎么从一段不是特别健康的感情当中，不一定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或者是朋友之间也好，都好啊，如何去走出一段可能比较低谷的时期？你们在自己的人生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阅历或者是经验？这可能跟自己相关吧，就可能本身，如果就比如说，一个人是本身就是自己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会在一段关系当中，无论是爱情也好，还是友情也好，还是亲情也好，可能对于需求，或者说对于，就是期待，或者说是。就是这种种都可以算作需求吧。就在这些需求当中，可能不满足，或者说跟预想的不一样，然后可能都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他需要更多的是去疗愈自己就找到一个疗愈自己的方式然后去形成一种健康的相处模式吧。明白。那哥哥，你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剧情当中，你觉得如果是以剧中的角色的话，他是如何走出一段可能不是特别成功的关系呢？这有点涉嫌剧透。哦，那待会儿会看到吗？那当然，第一集。哦，OK，行，我想起来了，哇，哎，这个时候没看过剧情的我真的跺脚着急啊！那因为是这样子，我俩也没有看过这个剧，就是到现在为止不让我俩看，就是想让我们跟大家一起是吗？对，然后我脑子里应该是，如果是按照剧本剪的话，那应该在1杠1。OK，那是不是在1杠1呢？我们待会儿可以期待一下啊。那当然了，其实也特别想回到我们这个剧中的这个角色来讲吧，就是你觉得，比如说，想问一下两位，剧中角色跟自己最像的是什么？最不像的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刘明说，我一直都是一样的回答，最像的就是长得一模一样。对，那当然。对，然后那个最像的、最不像的，可能就是有一些性格上的一些变化。对，这一次穿衣风格吧，穿衣风是比较老前锋。我个人是什么风？你个人比较那个。OK，好，感觉不要好坏的样子啊。哎，你来。我同上。OK 那你如果在你的角色当中呢，就哪一个跟你的最相同，哪个最不相同？就是长得一样。那不相同的人。穿衣风格吗？OK，好的，太棒了。那当然，其实，在我们的剧情当中，我们不仅在讨论，因为我觉得好的剧情一定要让人产生思考，而不是看了就过了。对于感情，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一些特别常聊到的一些话题。那关于感情的话呢，也特别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一见钟情，你们觉得容易是真爱，还是日久生情容易是真爱？所以特别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是比较倾向于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老刘，是这样，来，就是可能日久生情吧。对，为什么？因为一见钟情可能，看到第一瞬间，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确定的答案，但他当下很明确，可能在日后会变化，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多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但是
要看这个人本身是否能够接受。哦，那日久生情的话呢，可能就会更保险一些。那通过逐步的了解，然后慢慢再去对对方，就是把所有一见钟情是什么？就是我先有自己的一个期待，然后去让对方来对照这个期待，我懂，然后可能会出现偏差，然后也可能会完全一致，那可能就有两种情况嘛。但日久生情的话呢，可能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建立了期待的结果，然后在这个可能会更保险一些。所以你喜欢后者日久生情，对。也看状况这来就也看状况。当然，时间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了，一见钟情，万一你觉得这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有一些变化呢？所以老刘觉得在相处的时候，慢慢的建立一种默契，这件事情也特别的重要啊。那格格，你会觉得你比较偏向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我比较偏向于一见钟情。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爱情是一瞬间的事情，然后它是会让人产生某种蒙蔽感，然后又很冲动，要有一种奋不顾身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才是爱情。明白。我觉得这也说服我了啊。其实感情有时候也是靠着一举冲动、一股冲劲儿。如果这股心气儿、冲劲儿没有了，那就非常的让人觉得对于真爱产生怀疑了。好，那接下来非常感谢两位，请回座稍事休息，谢谢。好，各位，好。感谢两位谈法。此时此刻的主持人汗流浃背，想问一下两位，剧中角色跟自己最像的是什么？最不像的是什么？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我一直都是一样的回答，最像的就是长得一模一样，最不像可能就是有一些性格上的变化。这一次穿衣风格吧，因为女生比较老前锋。其实也特别想问一下两位，在这次角色塑造当中，跟之前会不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一些小细节或者小巧思？老刘先来，老刘陷入了沉思。我们在拍摄《遗巢》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刚开始进组的时候，大家拿到的其实跟任何一个剧组都是一样的。我们拿到剧本，同时都会有服装，都会有妆造团队，所有的这些流程都是一样的。到开机以及拍摄、摄影机也是一样的。但是从表演上来说的话呢，可能双方之间有更多的像您刚才说的，临时的发挥也好，或者他在这个环境下。两个人身处于这个环境之下，总会发生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我们一开始预想的，可能是两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真正把两个人搁到那个环境里边去了以后，它其实并不是。难免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意外。《遗巢》的拍摄其实非常不一样的点在于，之前我们拿到剧本之后，脑子里会有一个大概的表演思路，甚至我们脑子里可能有一个大概的成片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从开拍的第一场开始，跟所有人想象的都会有点不一样，跟我们自己想的不一样。比如说一场戏在开拍之前，我可能自己在背词儿，我觉得这场戏应该是这样子的，结果去了现场之后，跟老刘一对视。高了的，全不一样了。对，完全的进入角色之后，我感觉更像是两个有血肉的人，他们在现场的那种特定环境中，在疯狂的滋长血肉，有点超乎我们的预料。打扰的心会走同一条路，但爱却是那种不经问题是救赎，我也要选择把你记住。我知道你急着长大，我知道你急着回家，我要找到你，怎样也要找到你，在翻滚的人海里，为你阻挡暴风雨。我要找到你，请你让我找到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在具象的时空里，和你同步呼吸，和你一路旅行。有个咱们幸福念着比个心，比个心。人的幸福你就比个心，比个心，和我们的幸福你就比个心。青岛见。
知道吗？